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友不是人类，我直接从100层的阳台上跳了下去。男友见状只是叹了一口气，接着便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下。这一刻我知道自己赌对了，他真的不是人类。然而这一切还要从几年前说起。开学日那天，学校按成绩给大家分配零售，当时考了全班第1的校花直接就挑走了那个3S 级别的九尾狐，而排在最后1名的我却只分到一只评级才 F 的最弱黑熊。没想到很快极寒末日就来了，跟那头黑熊结了契约的我，幸运地共享了他的御寒技能，在冰天雪地的末日活了下来。反倒是校花选的那只九尾狐还没成年，在末日刚来的第1天就被活活冻死了。校花极度的发疯，她连和同学偷袭我，还杀死了我的黑熊。柳如烟蹲下身，用染血的手指拍了拍我的脸，你看这鬼天气总得让大家活下去吧，我看你这头熊皮糙肉厚能量足，正好给大家补补。他们当着我的面支起铁锅煮了一锅熊肉火锅，围坐在一起大吃大喝。柳如烟捞起一大块煮的发白的肉，凑到嘴边吹了吹气，当着我的面狠狠咬了下去。我当时气急攻心，直接吐血没了性命。等我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分发零售的那一天。作为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我只能等大家选完了再挑剩下的，还是那只没人要的黑熊。我刚伸手准备把它抱起来时，校花就叫住了我。只见她怀里抱着那只小九尾狐向我跑了过来，二话不说就把九尾狐硬塞到了我手里，自己反而抱走了箱子里那只孤零零的黑熊。九尾狐归你了，这只黑熊我要了。班里的同学见状全都看傻眼了，就连班主任也是一脸的不理解。要知道这只九尾狐可是这批零售里血统最纯的，据说远古血脉浓度高达80%，比那只血脉浓度才2成，而且品种特别低级的黑熊强了不止1点半点。老师赶紧劝他，如烟啊，选零售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这可是关系到你以后前途的大事。柳如烟咬着下嘴唇，眨巴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说，老师，林岩同学其实比我更需要这只九尾狐，我本来成绩就好，配个什么样的零售都能修炼成功，但是林岩同学本身天赋就不行，要是再配一只血脉这么差劲的黑熊，他这辈子基本上就废了。这几句话直接赢得了全班的掌声，班主任也特别赞赏地点点头，说得好，修炼最重要的就是心性，既然你有这么善良的心肠，哪怕零售稍微差点意思也肯定能成大器。说完还狠狠瞪了我一眼，你还傻愣在那干嘛，还不赶紧谢谢人家如烟。我眨巴了2下眼睛，顺手把九尾狐往前送了送，不用换了吧，我觉得那只黑熊挺好的。柳如烟这下明显有点慌了，把那只黑熊抱得更紧了，那委屈的小模样搞得像我在欺负她似的，转头就对我说道，林岩，你也别跟我这试探了，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换，可我根本不吃这一套，再次拒绝了他。然而话还没说完呢，右手突然被什么咬了一口，低头一看才发现是小九尾狐咬的，血顺着伤口就流了出来。小九尾狐伸出小舌头轻轻舔着我的伤口，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我竟然被这只九尾狐强行契约了，而且签的还是同生共死的血脉契约。同学们都盯着我看，发出了一阵阵起哄的声音。本来还以为林岩是不识抬举才拒绝九尾狐，没想到居然是在演戏，嘴上说着不想要，背地里却急着跟九尾狐签契约，是生怕校花突然反悔了吧？真是又当又立心机深。这边契约刚一签订完，小九尾狐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听着周围那些闲言碎语，此时我脸都涨红了。他们哪里知道我是真的看不上这只废柴九尾狐。被强行绑定契约后，我只能顶着白眼坐回自己的位子，因为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只看起来特别抢手的九尾狐，半个月后就会变成没用的累赘。不对，不仅仅是我知道，柳如烟她也知道。当她放弃九尾狐非要跟我抢这只黑熊的时候，我就早已反应过来，她跟我一样都是重生回来的。上一世的柳如烟选了九尾狐，而我被迫跟那只没人要的黑熊签了契约。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恐怖的极寒末日毫无征兆的降临，整个世界都被零下50度的酷寒裹挟，地球俨然化作一座巨型冰窖。但血统纯粹的九尾狐比起杂交零兽成长周期要长得多，因此当极寒末日席卷而来时，这只九尾狐还是个只会吮奶的小不点，害得柳如烟在末世降临的第1天就被冻得硬邦邦。而我悉心照料的黑熊早已迈入了少年期，并且觉醒的天赋刚好是共享能力，我在零下50度的刺骨严寒里跟他共享了抗寒天赋，所以我也成了末日里最不怕冷的人。那天我跟着学校组织的异能者小队外出搜寻物资时，柳如烟屡次试图诱骗黑熊解除与我的契约，想将它收作自己的专属零售，但是都被黑熊拒绝了。碰了好几次壁的柳如烟恼羞成怒，到处去散布谣言，说只要吃了黑熊的肉就能获得抗寒的本事。最终再一次出去找物资的路上，柳如烟联合别人害死了我和黑熊。在那个为了活命吃人的末日里，我们成了他们嘴里的食物。回过神后，我担心地望着柳如烟手里的黑熊，上辈子我和黑熊情同手足，是彼此最信任的搭档，没想到这一世却被柳如烟抢先一步夺走了。失去抗寒天赋我倒是无所谓，就是担心黑熊跟着他会不会挨饿受冻，会不会受什么委屈。然而正当我发呆看着黑熊时，却发现他也在偷偷观察我。我们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玩具那么大点的黑熊竟然冲我眨了2次眼，不是1次，也不是3次，而刚好是2次。我心里瞬间一阵狂喜，因为眨眼2次是上一世我和黑熊的暗号，眨2下眼睛意思就是让我放心，从我刚才想留住他的举动里
他发现我也是重生回来的，现在他用同样的老办法告诉我他也重生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同情地看了一眼柳如烟，千万别被黑熊那憨厚的样子给骗了，他的性格可一点都不温顺，这只黑熊骨子里就是个腹黑的主。当我和黑熊还在用眼神飞快交流时，突然之间感觉到了一股温热，我低头看了一眼，原来是我怀里那只帅气又高贵的九尾狐醒过来了。我才不是什么废物呢！一个高傲又带着奶气的声音响了起来，还有，女人不许盯着那个黑不溜秋的丑八怪看。我用手指轻轻戳了戳小九尾狐，小声问他，刚才是你在跟我说话吗？小九尾狐只是傲娇的哼了一声，接着在我怀里懒洋洋地翻了个身。我觉得你不应该叫我九尾狐，应该尊称我一声少爷才对。女人，我叫银尘，你要想叫我少爷也行。我戳了戳他的小脑袋瓜，小东西，谁教你这么中二的台词？与此同时，讲台上的班主任正在讲怎么画契约阵法。一般都是人类主动去契约灵兽，可兽族天性都很高傲，幼年期的兽族虽然相对温顺一点，但是很少有主动跟人类签契约的，除非是遇到特别亲近的人类。等班主任讲完后，同学们都开始尝试契约自己的灵兽，但只有我是个例外，要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能相信我被一只九尾狐强行契约了？银尘，你为什么要主动契约我啊？银尘一脸嫌弃地说，那个女人身上味道很臭。我半开玩笑地跟她说，柳如烟可是全校公认的校花，好多男生追在后面夸她香喷喷的呢。银尘气鼓鼓地反驳道，他们眼睛全是瞎的，看不出她骨子里的臭味吗？我故意逗她玩，那你为什么选我呀？怀里的小九尾狐把脑袋往我腿中间钻了钻，声音听着有点别扭，凑合吧，你挺香的。我这才明白银尘为什么非要死皮赖脸跟我签约。闲着没事的时候，我一会儿揪揪九尾狐的耳朵，一会儿捏捏九尾狐的小肚子，最后实在忍不住，直接对他那条蓬松诱人的大尾巴下手了。都说狐狸的尾巴摸不到，可他现在还是个孩子呀，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放过？小九尾狐那毛茸茸的大尾巴不就是给人摸的吗？我刚把手放在尾巴上摸了一下，银尘整个身子就像触电般僵住了，雪白的毛发中间隐隐约约透出了一点粉红色。快把手拿开，你这是在耍流氓，那样子活像个被调戏的小媳妇儿。我眨巴了两下眼睛，不好意思的把手缩了回来，接着还倒打一耙说道，小不点儿，脑子里别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银尘被我气得不轻，眼眶立马就泛起了泪花，气鼓鼓的把脸转到一边，干脆不搭理我了。此时教室的另一边，柳如烟精致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她对着黑熊发起了契约。契约阵法照在黑熊身上快速转动，殊不知此时阵法里的黑熊偷偷调动了灵力，暗中改了2处阵法的纹路。原本普通的平等契约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变成了主仆契约，只不过黑熊变成了主人，柳如烟反而成了仆人。这是之前出去历练的时候，我和黑熊在一个遗迹里发现的特殊阵法，没想到现在被黑熊拿来算计柳如烟了。成功契约后，黑熊得意地瞥了我一眼，我偷偷把手藏在课桌底下，给他竖了个大拇指，所以说千万别得罪老实人。女人，你这个坏女人！耳边突然响起了赌气的声音，又是我那个傲娇又死要面子的小少爷。我哪里坏了？我漫不经心地捏着他软乎乎的脸蛋，虽然没多少肉，但是手感特别好。你摸了我的尾巴，还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的，况且还是个黑皮肤的丑八怪。银尘越说越觉得委屈，我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还得加上一条，他还是个爱吃醋的小少爷。片刻后，全班同学都完成了契约，班主任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份修炼用的物资，我只给自己留了1块零食，剩下的全都给银尘当零食吃了。19块零食被他咬得嘎嘣脆，还没走出教室大门呢，我的零食就被他吃了个精光。同学们都盯着我看，眼神里充满了惊讶。林岩是疯了吧？把1周的修炼物资全都喂给九尾狐了，他刚才是不是没认真听课？不知道灵兽的成长周期很慢吗？零食主要是留给自己修炼用的，九尾狐跟他签契约真是白瞎了。就连班主任也皱起了眉头。某些同学注意点，零食每个月的配额是有限的，浪费了学校可不会补发。我知道老师这是在说我，便乖乖的答应了一声，知道了。老师，说实话，上一辈子我对黑熊确实很慷慨，别人都是4比1分配修炼资源，我和黑熊从来都是5-5开。毕竟我觉得既然是伙伴就应该平分，但就算是对黑熊，也没像对九尾狐这么大方过。他吃了19块，而我却只留了1块，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就连我自己都感觉快要失去理智了。因为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我和九尾狐签的是血脉契约，普通的平等契约，不管哪一方死了都不会连累对方，可血脉契约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契约意味着生死都要绑在一起，如果九尾狐像前世那样在末世第1天就冻死，我也得跟着一起完蛋。正因为这样，眼下这只小祖宗的命比什么都金贵。剩下的时间，同学们都找地方自己修炼去了，我抱着九尾狐准备离开。路过柳如烟身边的时候，她突然侧身挡住了我的路，压低声音跟我说，我知道你也重生了，这一回该轮到我契约黑熊掌握抗寒能力了。我嘴角只是微微往上一扬，那就祝你长命百岁吧。柳如烟脸上写满了得意，有了黑熊，我当然能活得特别滋润，至于你，就等着跟你的废物狐狸在末世第1天一起冻死吧。这时怀里的九尾狐懒洋洋地看了他一眼，随后突然撅起了屁股，对着柳如烟放了个震天响的臭屁。柳如烟优雅的形象瞬间崩了，尖叫着连连往后退。林岩，你疯了吗？快点把这只臭狐狸弄走。我轻声笑了一下，抱着九尾狐转身就离开了。想到培养灵兽就是个无底洞，急需大量灵石成了我最大的难题。于是我一边撸着九尾狐的毛，一边琢磨，突然想起来前世末世来临之前，媒体曾曝光过一个小型的灵脉，按时间来推算的话，那个地方应该还没被人发现呢。随后我带着九尾狐立马开车赶了过去，很快到了前世标记的那个位置，却发现柳如烟已经先一步到了。作为世家的大小姐，
他的人脉资源根本不是我能比的。我站在灵脉的外围，眼睁睁看着他带着20多个壮汉在那儿疯狂开采灵石。此时九尾狐蜷缩在我怀里，被那些闪闪发光的灵石馋得直咽口水。我只好赶紧捂住他的眼睛，别看了，宝贝儿，这里的灵石品质太差劲了，妈妈带你去别的地方找吃的。随后我就抱着九尾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然而还没走出多远，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惊喜的声音：姐姐，是你吗？我浑身猛地一抖，猛地回头看向柳如烟挖灵石的现场。原来那只黑熊正被柳如烟用一根粗麻绳拴在遮阳伞底下。它虽然看起来像是在酣酣大睡，但其实那双黑豆一样的眼睛正透过墨镜的缝隙死死地盯着我这个方向。这时怀里的银尘明显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本来因为吃不到零食而不爽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语气更加傲娇，还带着一丝危险：女人，你的心跳变快了，又是为了那头蠢熊吗？我没搭理银尘的醋意，接着便在脑海里飞快回应黑熊：铁山，你能通过神识跟我说话了。黑熊的声音听得有点虚，却掩饰不住那股子兴奋劲儿。上辈子死前咱俩灵魂共鸣过，这辈子虽然没契约了，但我觉醒了精神链接的天赋。别管柳如烟那个蠢货，他挖的都是表面的废料，真正的宝贝在东南角那棵枯死的老槐树底下，只要往下挖3米，就会有一颗万年冰火灵髓。冰火灵髓啊！我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那可是传说中能洗精伐髓，甚至能让灵兽产生变异进化的神物。柳如烟嫌弃那边晦气，根本就不让人靠近。黑熊见状立马说道：姐姐，快去拿到它，你的小白脸，哦不对，你的九尾狐就能在末世活下来了。我听后心里一暖，强忍着眼眶的酸涩。那你呢？柳如烟对你怎么样？放心吧。黑熊的声音透着一股狡猾劲儿，我现在装作还没觉醒能力，他对我还挺好的，等我把他的资源榨干再收拾他。姐姐你快去拿灵髓，我帮你盯着这边。切断了联系后，我立马调转了方向盘。去哪儿啊？银尘不满地用尾巴扫了扫我的下巴，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带你去吃自助大餐。果然如黑熊所说，那棵老槐树附近空无一人，只留下一个隐藏灵脉的阵法。银尘见我来到灵脉处，虽然满心好奇，但碍于刚才说过不理我，只能撅着嘴强忍着不问。我在阵法周围转悠没多久，黑熊就解开阵法，探出个脑袋，现在他已经能开口说话了，朝我挥了挥爪子：姐姐快进来。怀里的银尘看见黑熊立刻炸毛了，摆出凶巴巴的架势，我赶紧捂住银尘的嘴，对黑熊抱歉的笑笑，这小家伙有点调皮。黑熊在前面引路，语气温和：没关系，姐姐别责怪弟弟。虽然捂住了嘴，但银尘的声音在我脑海里炸开了锅。天啊，这是个绿茶黑皮熊，放开我，我要咬死他，今天非咬死他不可。林言，你别拦着我，没有男人能忍受女人当面出轨，我还活着呢，你就敢和这个黑皮绿茶幽会，躲在女人背后算什么男人？快放开我，我要和他决斗。吵死了，简直吵得头疼。我看了眼黑熊周身环绕的灵力，突然松手，让银尘跳到了地上。落地的银尘难以置信地回头，没想到我真的会放手，接着以0.008米每秒的龟速，一步3回头地挪向黑熊。第4次回头时，还不确定地看了我一眼：你都不拦着我，不怕我打死你的小情人？我瞧了眼黑熊的灵力，吃了半天零食的他，灵力是银尘的50多倍，谁打死谁还不一定呢。我笑眯眯地说：没关系，让我看看你的男子气概，要是你能打死他，以后我心里就只有你。银尘爪子不安分地刨着地，似乎被说动了，但看了眼黑熊的灵力，又扭扭捏捏地回到我脚边。随后我拿出后备箱里的工兵铲，二话不说就开始挖。银尘蹲在边上，像个监工大爷似的。女人，你该不会是想挖蚯蚓喂我吧？我告诉你，本少爷只吃。叮的一声，铲子碰到了硬东西，一股红蓝交织的光芒瞬间冲天而起，周围的温度一下子变得特别诡异，一半极冷一半滚烫。银尘本来懒洋洋的狐狸眼瞬间瞪圆了，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血脉渴望。他嗖的一声窜了下去，围着那颗拳头大小流转着冰火双色的晶体打转，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万年冰火灵髓。银尘抬头看着我，声音都在发抖：这是给我的吗？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只要吃了它，半个月后的极寒你就不用怕了。银尘听后愣住了，他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第一次少了几分傲慢，多了一丝复杂的感情。此时黑熊说道：姐姐，这个冰火灵髓就给弟弟吧。只见他又把灵脉里的灵石分成3份，自己却只留了最小的一份。姐姐，我只要这些就够了。接着指向另外一堆小的和那份最大的，这些够你修炼用了吧，剩下的都给我弟弟。银尘听后立马大叫：我看这黑小子怕是看上你了吧，你脑子里除了谈恋爱还能装点别的吗？怎么什么事都能往那方面想？我轻声提醒：还想不想要灵石了？他立马老实了。等黑熊回去后，我让银尘将冰火灵髓吞进了肚子里，下一秒九尾狐浑身爆发出耀眼的光芒，本来雪白的毛发尖端竟然染上了一层妖艳的绯红和冰蓝，很快他就昏睡了过去，需要10天时间消化这股庞大的能量。于是在后面这半个月里，我也没闲着，直接开始了疯狂大采购。既然都重生了，那钱就是废纸。我卖掉了父母留下的市中心大平层，租了一个位于郊区自带地下避难所的坚固别墅，物资清单如下：自热火锅买了3000箱，羽绒服500件，暖宝宝1万片，无烟煤10吨，
发电机5台，柴油2吨，还有银尘最爱吃的进口和牛跟极品金枪鱼，当然也没忘记给我的卧底黑熊准备一份。我偷偷在避难所的一个隐蔽角落埋下了大量的蜂蜜和肉干，这是留给铁山的后路。就在我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柳如烟却找上门来。她穿着一身名牌，带着几个跟班，怀里抱着那只体型明显大了一圈的黑熊。林言，听说你卖房了？只见柳如烟幸灾乐祸地嘲讽道：“是不是养不起那只废物狐狸，准备跑路了？”他身后的同学也跟着起哄，校花现在可是风云人物。黑熊虽然只是 F 级，但力量惊人，昨晚一巴掌拍碎了测试机呢。是啊，不像某人的九尾狐天天就知道睡觉，怕是得了绝症吧。我正在往车上搬运最后一批保暖材料，听见这话停下了动作，淡淡的看了一眼他怀里的黑熊。铁山正生无可恋的被柳如烟勒着脖子，看见我，他直接翻了个白眼，舌头歪向一边继续装死。关你屁事！我冷冷的回了一句。柳如烟先是脸色一僵，随后便冷笑，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林言，你要是跪下来求我，以后也许能赏你一口熊肉汤喝。说着他还得意的拍了拍黑熊的头，对吧，小熊熊？黑熊配合的嗷了一声，听起来威武霸气。其实在精神链接里对我吐槽，这女人喷的香水太刺鼻了，我想吐。姐，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我在心里回道，先忍着，半个月后给你做全肉宴。看着柳如烟趾高气扬离去的背影，我摸了摸怀里还在沉睡的银尘，低声说道，快点醒来吧，好戏要开场了。半个月之后的中午12点，本来高挂的太阳突然被一层诡异的灰雾挡住了，气温在短短10分钟内从30度骤降到零下20度，并且还在持续下跌，世界瞬间进入了极寒冬天。手机里全是尖叫和求救的推送，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下雪了？好冷啊！我家玻璃被冻裂了，救命啊！我的灵兽被冻僵了。我坐在壁炉前面，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拿铁，壁炉里火光跳动，整个地下室温暖如春。我怀里抱着的小狐狸也终于醒过来了，这回醒过来，它的体型并没有变大，但毛发的颜色加深了不少。好吵啊！银尘伸了个懒腰，外面怎么这么冷？末日来了！我喂给他一块顶级和牛，感觉怎么样？银尘眯起眼睛，那双一瞳左眼冰蓝，右眼绯红，闪烁着光芒。他突然从我怀里跳出来，落地瞬间，一股肉眼可见的红色气浪以他为中心散开。本来还需要壁炉维持温度的房间瞬间变得燥热起来，这是赤焰领域。我惊讶地问，那是本少爷消化了一半灵髓觉醒的天赋。银尘傲娇地扬起下巴，尾巴晃啊晃，以后你不需要那些破炉子了，本少爷就是最大的暖炉。抱着我，零下100度你都能穿比基尼。我脸一红，谁要穿比基尼啊？与此同时，在学校宿舍那边，柳如烟裹着3层厚被子，却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该死的，怎么会这么冷？她牙齿打颤，看着窗外已经被冻成冰雕的树木，尖叫道：“黑熊，黑熊，你死而去了！”角落里，黑熊慢吞吞地爬了出来。它身上虽然有厚厚的皮毛，但此刻也装作冻得哆哆嗦嗦的样子。快发动你的御寒天赋！柳如烟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我是你的主人。”只见黑熊无辜地眨眨眼，心里却在冷笑：想得美！上一世，它全心全意释放热量保护我，可这一世，黑熊身上只亮起了一层淡淡的黄光，那光芒仅限于它自己的皮毛表面，一丝热量都没有外泄。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冷？柳如烟扑过去抱住黑熊，却发现黑熊的毛虽然不冰，但也绝对不暖和，就像抱着一块石头。废物 F 级果然是废物！柳如烟气急败坏，一脚踹在黑熊身上，黑熊顺势倒地，发出虚弱的哀嚎。很快，末日就来到了第10天，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窗户，外面的气温已经跌破到了零下50度，连坚硬的钢铁都冻得发脆。我的恒温别墅成了这冰原上唯一的净土，充足的物资和温暖的环境自然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人。凌晨时分，几个气息凶悍的异能者用蛮力撬开了别墅外面的大门，他们带着贪婪的眼神直接冲进了院子。领头的壮汉踩了踩地面之后狂喜道：“这院子一点都没结冰，肯定藏着天大的宝贝。”此时我握紧拳头，正准备掏出之前买的强光手电，站在身旁的银尘却突然伸手按住我的手说道：“小喽啰而已，交给我。”话音刚落，银尘的体型已经长到半人高，雪白的毛发在暖光下泛着柔光，他优雅地迈着猫步走向门口，眼神像看蝼蚁一样看着几人。那几个异能者搓了搓冻僵的手，眼神贪婪。好漂亮的狐狸皮，剥下来正好给我老婆做条保暖围巾。领头的壮汉狞笑着从手心凝聚出一根冰刺，冰刺泛着森森寒气。银尘看着他轻嗤一声，紧接着最让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耀眼的白光突然在院子中央亮起，眨眼间那只半人高的雪白狐狸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形修长挺拔的少年。他一头银发随意搭在肩头，皮肤白得像上好的羊脂玉，那张脸妖异到了极点，眉心间一道红色的火焰纹路格外醒目，眼角微微上挑，带着勾人的魅惑，活脱脱一个祸国殃民的男狐狸精。看够了吗？他缓缓回过头，冲我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还没等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只见他修长的手指随意一挥，一道幽蓝色的冰焰瞬间席卷了整个院子。那几个异能者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冰焰包裹，直接化作了冰蓝色的雕像。紧接着，火焰从雕像内部猛烈燃烧，将他们全都化为飞烬。处理完这些不速之客后，银尘身子微微一晃，似乎有些脱力站不稳。我见状，连忙快步跑过去扶住他。身体触碰的瞬间，一片滚烫的肌肤烫得我心头一颤。你怎么？此时我的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不仅是因为刚才见识到他的强大，更是因为近距离看到这完美的身材。银尘顺势柔软地倒在我怀里，结实的手臂紧紧搂住我的腰，脑袋在我的颈窝处轻轻蹭了蹭，瞬间变回了爱撒娇的语气：“女人变身消耗太大了，我要充电。怎么充？”
我结结巴巴地问，脸颊也开始发烫。银尘缓缓抬起头，那双一瞳深邃的不见底。他突然凑近在我敏感的耳垂边低语道：“亲我一下。”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端，柳如烟凭着黑熊皮糙肉厚的超强防御力，勉强在这极寒末世中活了下来，还拉拢加入了一个由校霸组成的幸存者小队。他一直怀恨在心，四处散布谣言说我知道一个储存海量物资的地下恒温仓库的位置，所以就在今天，他们决定对我的别墅动手了。而我也提前收到了黑熊传来的情报，姐，今晚12点整，他们会悄悄偷袭你的别墅。柳如烟那个女人说要杀了你，把你的九尾狐皮剥下来给她做大衣，而且她还带了威力巨大的炸药。听到炸药2个字，我的眼神瞬间一冷，握紧了拳头。到了晚上，外面大雪纷飞，寒风呼啸，柳如烟领着20几号凶神恶煞的人，鬼鬼祟祟地包围了我的别墅。柳如烟拿着扩音器大声喊道：“林言，我知道你肯定在里面，赶紧交出所有物资和那只九尾狐，我们可以饶你不死。”我缓缓站在2楼的阳台上，银尘也静静地站在我身旁。现在的他已经完全适应了人形模样，被我强行穿上了干净的衬衫长裤。柳如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我语气平淡的回应。少废话。柳如烟面容狰狞，这段时间的严寒折磨得她皮肤多处溃烂，看着我红润有光泽的脸色，嫉妒到发狂的她立马下令炸开大门。她回头看向身后的黑熊，催促着他赶快点火。黑熊憨厚地拿着打火机，一步步走到那个巨大的炸药包前。那个炸药包被刻意放置在柳如烟队伍的中心位置。快点啊，你这头蠢熊！柳如烟不耐烦地骂道。黑熊缓缓抬起头，看了看阳台上的我，又转头看了看身边的柳如烟，突然咧嘴露出一个极具人性化的嘲讽笑容。柳如烟，黑熊突然开口说话，你真的以为我是你的灵兽吗？柳如烟彻底愣住了，你怎么会说话了？我不光会说话，我还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该下地狱。他根本就没去点那个炸药包，反而猛地抬起厚实的熊掌拍向地面，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地面瞬间剧烈塌陷。柳如烟和那20几个异能者直接失去平衡，尖叫着掉进了黑熊这几天偷偷挖好的深坑里。林言，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灵兽！柳如烟在坑底疯狂尖叫，你这个叛徒！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抱歉，铁山的主人从来只有我一个。银尘，我轻轻唤了一声，身边的银发少年指尖微微一点，无数道锋利的冰棱从天而降，精准地封住了深坑的出口，只留下一个个细小的透气孔。为什么？柳如烟在坑底绝望地嘶吼，明明我才是重生的，明明我抢走了黑熊，为什么最后还是输给你？我站在坑边看着下面那个狼狈不堪的女人，因为你蠢。黑熊蹲在坑边往下面吐了一口口水，实话告诉你，老子的隐藏血脉是大地之熊，防御力堪称无敌，上一世要不是为了保护林妍姐，就你那些垃圾手段能杀了我？柳如烟听得面如死灰，瘫坐在坑里。此时银尘轻轻搂着我的肩膀，慵懒地补了一刀。虽然我很讨厌这头蠢熊，但他说的对，灵兽的强弱从来不在于品种，而在于御兽师的心。你心太脏太恶毒，就算给你条龙你也养不活。我没有再看柳如烟一眼，转身准备离开。银尘随手一挥，一层厚厚的冰雪彻底覆盖了深坑，周围瞬间恢复了宁静，世界也仿佛清静了。极寒末世整整持续了3年之久，不过这3年对我而言却并没有那么难熬，反而十分惬意。黑熊铁山解决完柳如烟后，拒绝了跟我回别墅生活。姐，我不想当你们的电灯泡，打扰你们2人世界。此时的铁山已经完全唤醒血脉，变成了一个身高2米的壮硕汉子。我打算去山里占山为王，顺便找几头母熊谈谈甜甜的恋爱。有事你随时叫我，我保证随叫随到。说完，他扛着几大箱珍藏的蜂蜜和腊肉，潇洒地钻进了茫茫深山老林。而我则和银尘在别墅里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别墅的客厅里温暖如春，银尘此时正维持着半人半狐的形态，9条蓬松的大尾巴铺满了整个地毯。是的，这3年里，他成功进化出了9尾。我舒适地躺在他柔软的尾巴堆里，手里拿着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老婆，银尘凑过来，把脑袋搁在我的肩膀上，银色的长发垂落在我的胸口，让我有些发痒。老婆，我饿了。厨房的烤箱里有我刚烤好的鸡，不想吃烤鸡。银尘那双一瞳水汪汪地看着我，带着撒娇的意味，接着低头在我脸上轻轻啄了一下。银尘翻身将我温柔地压住，毛茸茸的虎耳轻轻抖了抖，这可是人家保留了18年的初吻。银尘脸上的笑容得意又灿烂。其实这根本就算不上是第一次亲密接触，我们2个早就已经牵过了。他之前昏睡了那么长时间，完全是因为在觉醒专属的特殊技能。银尘的出生血统本来就非常高贵稀有，想要觉醒天赋技能肯定比普通灵兽困难100倍。好在经过了这段日子的沉淀，他终于成功完成了突破。银尘刚醒，我就赶紧追问，你到底觉醒了什么厉害能力？他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懒散地吐出一个字，大。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脑子里的想法瞬间跑偏了10万8千里。大。我忍不住偷偷往下瞄了一眼，堂堂一只血统高贵的灵兽，觉醒这种技能是不是有点太不正经了？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狡黠的坏笑，摆明了就是故意逗我玩。你的脸蛋怎么一下子红成这样？脑子里该不会是在想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吧？我正想反驳，却发现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悄悄停了下来，满天厚重的乌云也开始一点点消散，消失许久的金色阳光重新洒向冰封的地面，温暖着这片被严寒肆虐的大地。远处的校园里隐隐约约传来了同学们的欢呼声。你们快抬头看，天上的太阳终于出来了，周围的温度好像真的回升了不少，这场灾难终于要结束了。此时，银尘在我耳边轻声解释道，我们白狐一族本来就象征着祥瑞与希望，我这次觉醒的天赋能力是万物复苏。他那张帅气的脸庞慢慢凑了过来，温热的呼吸轻轻喷洒在我的脖颈间，毛茸茸
茸的大尾巴在边上轻轻抖动，那模样简直像是在跟我撒娇讨赏。嘻嘻，我这么厉害，帮姐姐恢复了世界生机，你打算怎么好好奖励我一下呢？阳光穿透落地窗洒在地毯上，银尘身后9条蓬松狐尾被染成温暖的金色，我被他毛茸茸的狐耳蹭得心头发痒。看着窗外逐渐消融的冰雪，指尖轻轻抚过他眉心间的火焰纹路。那你想要什么奖励？银尘眼睛瞬间亮了，一瞳里映着我的身影，尾巴欢快地扫过地面，卷起一阵带着暖意的微风。我要老婆陪我去看解冻后的湖面，还要吃你做的糖醋鱼。最后他顿了顿，脸颊泛起淡淡的绯红，狐耳微微耷拉下来，声音软得像棉花。还要老婆亲我一下，比上次更久一点的那种。我被他直白的要求逗笑，伸手揉了揉他的耳朵。好啊，杜依你。得到应允的银尘开心的原地转了个圈，9条尾巴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不小心扫到了旁边的沙发靠垫。他立马收起尾巴，乖乖站在我面前，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眼神却依旧雀跃。我拿起搭在沙发上的外套递给他，自己也穿上了轻便的风衣。经过银尘万物复苏能力的滋养，外面已经回升到了10几度，再也不用裹着厚重的衣物了。走出别墅的瞬间，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夹杂着泥土与青草的芬芳。曾经冰封的路面也已经融化，露出了原本的柏油颜色。路边的枯草缝隙里竟冒出了点点嫩绿的新芽，远处的山林褪去了雪白的外衣，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褐色。偶尔能听到鸟儿清脆的鸣叫，那是末世3年来从未有过的生机。老婆你看，银尘拉着我的手指向不远处的小湖，原本结着厚厚冰层的湖面已经完全解冻，湖水清澈见底，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湖面低空掠过，激起一圈圈涟漪。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心中满是感慨。曾经这片湖是极寒中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冰层下藏着无数被冻僵的生物，如今却成了充满生机的景致。银尘拉着我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9条尾巴自然地环绕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温暖的小空间。他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狐耳轻轻蹭着我的脸颊，声音软糯，老婆，这样真好。是啊，真好。我轻轻应着，伸手梳理他柔软的银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他白皙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对一瞳里满是安宁与依赖，再也没有了最初的傲娇与疏离。我们在湖边待了许久，看水鸟嬉戏，听春风低语，直到肚子咕咕叫才起身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几个正在清理道路的幸存者，他们看到银尘身后的9尾时，眼神中满是敬畏，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向我们问好。经过末世的洗礼，人们早已知道哪些存在是不可招惹的，而银尘在末世中斩杀异能者冰封、柳如烟等人的事迹，早已在幸存者中广为流传。林小姐，银尘大人，一个曾经是学校保安的大叔恭敬地说道，现在天气回暖了，大家打算重建家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我看向银尘，他微微点头示意我做主。重建家园是好事，我们会尽力帮忙的，如果需要物资或者人手，随时可以来找我们。大叔喜出望外，连忙道谢，太感谢你们了，有你们帮忙重建肯定能顺利很多。回到家后，我系上围裙走进厨房，准备给银尘做他想吃的糖醋鱼。银尘则跟在我身后像个小尾巴一样，一会儿帮我递菜刀，一会儿帮我洗生姜，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在帮到忙，但胜在态度积极。老婆，我来帮你刮鱼鳞吧。银尘抢过我手里的鱼，兴致勃勃地说道，结果他用力过猛，直接把鱼鳞刮得四处飞溅，还溅了自己一脸。看着他脸上挂着几片鱼鳞的狼狈模样，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老婆，你还笑我？银尘委屈地瘪了瘪嘴，用爪子抹了把脸。好了，不笑你了。我拿出纸巾帮他擦掉脸上的鱼鳞，还是我来吧，你去客厅等着。在银尘的注视下，我熟练地处理好鱼，腌制入味后放入锅中煎至金黄，再加入调好的糖醋汁，小火慢炖。很快浓郁的香味就弥漫了整个厨房。银尘趴在厨房门口，尾巴不停地晃动，眼睛死死地盯着锅里的鱼，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好香啊！他吸了吸鼻子，老婆你好厉害。我把做好的糖醋鱼端上桌，刚放下盘子，银尘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吹了吹就塞进嘴里。鲜嫩的鱼肉搭配酸甜的酱汁，口感极佳。银尘吃的眼睛都眯了起来，像只满足的小狐狸。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一顿饭吃得温馨又满足，银尘几乎承包了一整条鱼，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盘子。饭后他拉着我的手，眼神期待地看着我，老婆，奖励还没兑现呢。我看着他认真的模样，脸颊微微发烫，主动凑过去，在他的唇上轻轻印下一个吻。这个吻比上次更久更温柔，银尘的身体瞬间僵住，尾巴停止了晃动，狐儿也竖了起来，满脸的不可思议。我吻完就赶紧退开，不敢看他的眼睛。老婆，银尘反应过来后猛地抱住我，尾巴紧紧地缠绕住我的身体，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我轻轻应了一声，还要。他把脸埋在我的颈窝，声音软糯，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我无奈地笑了笑，只好又亲了他一下。这一次银尘主动回应了我，温热的唇瓣带着淡淡的糖醋味，让我的心跳越来越快，直到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他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我，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脸颊绯红。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参与重建家园的工作。银尘的能力在重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赤焰领域可以快速烘干潮湿的建筑材料，万物复苏能力则能让周围的植物快速生长净化被污染的土地。我则负责调配物资，将别墅里多余的粮
粮食衣物分发给有需要的幸存者。银尘抓住机会，身形一闪，来到铁甲野猪的身后，9条尾巴凝聚起强大的灵力，狠狠拍向铁甲野猪的腹部。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铁甲野猪的腹部被拍出一个大洞，鲜血喷涌而出。他踉跄了几步，轰然倒地后便没了气息。解决完铁甲野猪后，我们赶紧去查看受伤的村民。银尘伸出手，掌心泛起柔和的白光，轻轻覆盖在村民的伤口上。白光闪过，村民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疼痛感也减轻了不少。太感谢你们了！村民们纷纷向我们道谢，眼神中充满了感激与敬畏。不用客气，我笑着说道。大家以后在山里活动要小心一点，末世刚过，肯定还有很多变异异兽。处理完铁甲野猪的事情后，我们回到了别墅。刚进门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客厅里，是黑熊。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化为人形，身高2米，身材壮硕，皮肤呈健康的古铜色，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只是那双眼睛依旧像黑熊时一样灵动。姐，银尘，我回来啦！黑熊看到我们，立马站起身打招呼。黑熊，你怎么回来了？我惊讶地问道。山里的母熊都被我吓跑了。黑熊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而且我听说城里在重建，就想着回来帮点忙。对了，我在山里发现了一个灵脉，里面有不少灵石，特意带了一些回来给你们。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布袋，里面装满了晶莹剔透的灵石。银尘看到灵石，眼睛瞬间亮了，但看到是黑熊送来的，又立马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黑熊笑了笑，把布袋放在桌子上。我知道你喜欢吃，特意给你留的。我无奈地看了一眼银尘，对黑熊说道：谢谢你，黑熊，既然回来了，就先住在这里吧。别墅里还有很多空房间。黑熊开心地答应下来。姐，我还带了一些山里的野味，晚上给你们做烤肉吃。晚上，黑熊果然做了一大桌子烤肉，有野兔、山鸡，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味，香气扑鼻。银尘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吃起烤肉来一点也不含糊，吃得满嘴是油。我看着他们两个吵吵闹闹的样子，心中满是温暖。接下来的日子里，黑熊也加入了重建家园的队伍，他力大无穷，搬砖运水泥这些重活都不在话下，很快就赢得了村民们的喜爱。而我和银尘则经常一起去山里清除变异异兽，保护村民们的安全。这天，我们在山里清除异兽时，意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山洞门口布满了古老的符文，散发着淡淡的灵气。这符文看起来很古老，应该是上古时期的封印符文。银尘皱了皱眉，封印符文里面难道封印着什么东西？我好奇地问道。有可能。银尘点了点头，我来试试能不能解开。说着，他伸出手指间凝聚起灵力，轻轻触碰那些符文，符文被灵力触碰后发出耀眼的光芒，开始缓缓转动起来。过了大约半个时辰，封印符文终于被解开了。山洞里传来一阵浓郁的灵气，比我们之前发现的灵脉还要精纯。我们走进山洞，发现山洞深处有一个石棺，石棺上刻着复杂的图案，周围散落着一些上古时期的兵器和丹药。这石棺里会是什么人？我轻声问道。银尘走到石棺前，仔细观察着上面的图案，这些图案记载的是上古时期的御兽师，看来这石棺里葬着的是一位上古御兽师。说着，他轻轻推开石棺的盖子，石棺里躺着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男子，他的面容保存得十分完好，就像睡着了一样。男子的胸口放着一本古朴的书籍，封面上写着御兽真解4个大字，这是上古御兽师的传承。银尘惊喜地说道。有了这本书，你的御兽能力肯定能提升不少。我拿起那本御兽真解翻开一看，里面记载着各种御兽的方法和技巧，还有许多上古时期的灵兽信息。我越看越入迷，仿佛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就在这时，石棺里的男子突然睁开了眼睛，眼神凌厉地看着我们。尔等何人，竟敢闯入我的陵墓？我和银尘吓了一跳，连忙后退了几步。银尘挡在我身前，警惕地看着男子。你是谁？为何会在这里？男子缓缓从石棺里坐起来，身上散发出强大的灵力。吾乃上古御兽师玄青子，在此沉睡千年，等待有缘人传承我的衣钵。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的御兽真解上，看来你就是我的有缘人。有缘人？我疑惑地问道。不错，玄青子点了点头。御兽真解认主，只有真正心怀善意与灵兽真心相待的御兽师才能拿起它。你能拿起这本书，说明你就是我要找的有缘人。说着，他伸出手，一道白光射向我的额头，我来不及躲闪，白光就融入了我的额头。瞬间，无数的御兽知识涌入我的脑海，还有玄青子的修炼经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感觉快要炸开了一样。老婆，你怎么样？银尘连忙扶住我，担忧地问道。我没事，我摇了摇头，缓了缓神，只是接受了太多的信息。玄青子看着我，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我的传承已经全部传给你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领悟了。对了，这山洞里的兵器和丹药你也一并带走吧，对你会有帮助的。多谢前辈，我恭敬地说道。玄青子笑了笑，身体逐渐变得透明。吾之使命已完成，从此尘归尘，土归土，希望你能好好运用我的传承，保护好这个世界，善待每一只灵兽。说完，他的身影彻底消失了。我们收拾好山洞里的兵器和丹药，离开了山洞。回到别墅后，我开始认真研读御兽真解。
结合玄清子传承给我的知识，我的御兽能力提升得非常快，银尘也受益良多，他的灵力变得更加精纯，形态切换也更加自如了。3个月后，家园重建得越来越完善，幸存者们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人们在废墟上建起了新的房屋，开垦了农田种植庄稼，城市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这天，银尘突然拉着我的手，神秘兮兮地说：“老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我好奇地问道。“去了就知道了。”银尘笑着说道，拉着我瞬移到一片开满鲜花的山谷，山谷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红的、粉的、黄的，五颜六色，美不胜收。微风拂过，花香四溢，让人陶醉。这里好美啊！我惊叹道。这是我用万物复苏能力种出来的。银尘看着我，眼神温柔。妍妍，我有话要对你说。我看着他认真的模样，心中隐隐有了一丝期待。你说吧。银尘深吸一口气，单膝跪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用灵力凝聚而成的戒指，戒指上镶嵌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宝石，正是我们之前得到的万年冰火灵髓的碎片。妍妍，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很特别。末世里，你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我，重建家园时，你善良的帮助每一个人。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他顿了顿，眼神坚定地看着我。林妍，我喜欢你，不是主人对灵兽的喜欢，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我知道我有时候很傲娇，很幼稚，但我会努力变得更好，保护你一辈子。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我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看着单膝跪地的银尘，看着他眼中的真诚与期待，我用力点了点头，我愿意。银尘听到我的回答，开心的一把将我抱住，尾巴紧紧地缠绕住我的身体，在我脸上不停地亲吻着。太好了，老婆！我回抱住他，感受着他的喜悦与温暖，心中满是幸福。阳光洒在我们身上，鲜花在我们周围绽放，微风拂过，带着甜蜜的气息。就在这时，黑熊突然出现在山谷里，手里拿着一个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着照。哇，姐，银尘，你们这是在求婚吗？太浪漫了！我要把这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我和银尘被他吓了一跳，银尘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你怎么来了？我本来是想找你们去吃我做的烤肉的，结果感应到你们在这里，就过来看看，没想到刚好碰到这么精彩的一幕。黑熊笑着说道，举起相机又拍了几张。我无奈地笑了笑，拉着银尘站起身。好了，我们回去吃烤肉吧。好，银尘点了点头，牵着我的手和黑熊一起往回走。路上，银尘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神中满是宠溺。我知道，从今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一起面对，再也不会孤单。回到别墅后，黑熊果然做了一大桌子烤肉，还拿出了自己珍藏的果酒。我们3个围坐在桌子旁，一边吃着烤肉，一边喝着果酒，聊着未来的规划。我要继续提升自己的能力，保护好我和这个世界。我要在山里建一个保护区，保护那些变异的灵兽。我要运用玄清子的传承，培养更多优秀的御兽师，让人类和灵兽能够和谐共处。夜色渐深，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温柔而宁静。银尘抱着我坐在沙发上，9条尾巴轻轻摇晃着，给我盖上了一条柔软的毯子。老婆，有你在，真好。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声音里满是满足。有你在也很好。我靠在他的怀里，闭上眼睛，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和均匀的呼吸。极寒末世虽然残酷，但也让我遇到了银尘和黑熊，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与守护。未来的路还很长，或许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我会和银尘一起，守护好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园，守护好我们所爱的人，让这个世界永远充满生机与希望。正是在一起后，我和银尘的关系愈发亲密，他褪去了不少稚气，多了份沉稳，始终默默伴我左右。随着幸存者聚集，别墅周边形成了小型聚居点，我和银尘因实力与威望被推选为负责人，协助大家推进重建。这天，一批身着统一黑制服、胸口绣金色玉字的人到访，为首的中年男人自称联邦御兽师协会成员，来意是邀请我们加入协会。如今末世余波未平，变异异兽仍在威胁人类生存，二位的实力出众，协会汇聚全国顶尖御兽师，目标是联合力量清剿异兽，守护家园。以二位的实力，加入后能获得更优质的资源与发展机遇。我和银尘对视，都透出不愿被束缚的犹豫。我们不感兴趣。中年男人早有预料，他取出一枚水晶球，这是能量探测水晶，可检测御兽师与灵兽的潜力等级。二位不妨测试一番，也能更清楚自身的实力边界。我迟疑片刻，接过水晶球，注入一丝灵力，瞬间，水晶球爆发出刺眼的金色光芒。金色等级，这是传说中的潜力层级。银尘见状，接过水晶球尝试，灵力刚注入，水晶球便轰然碎裂，化作漫天光点。这是超越金色的神级潜力，银尘大人的天赋竟已达此境界。周围幸存者哗然围拢，眼中满是震撼。中年男人稳住心神，语气愈发恳切。二位这般天赋，若能加入协会，不仅能获得海量资源，更能主导清除异兽的核心任务，守护更多人，请务必慎重考虑。我和银尘商议片刻，最终还是婉拒，多谢厚爱，但我们更习惯自由行动，守护好这片聚居点便已足够。中年男人虽惋惜，却未强求。他离开前留给我们一枚通讯玉符，若日后改变主意或遭遇无法解决的危机，捏碎玉符即可联系协会。说罢便带人离去。本以为此事就此告一段落，不料3天后，聚居点边缘突然出现大量变异异兽，数量远超以往，且攻击性极强。为首的是一头体型堪比3层楼高的巨齿狼，皮毛呈墨色，獠牙泛着寒光，一爪就能拍碎坚硬的石墙。不好，这些异兽是有备而来！我立刻拉响警报，银尘瞬间化作9尾形态，9条虎尾在空中展开，幽蓝色冰焰萦绕周身。
黑熊也闻声赶来，身形暴涨，恢复成黑熊的模样，厚重的熊掌拍击地面，震得周围异兽纷纷后退。姐，这些异兽不对劲，像是被人操控了。黑熊一拳砸飞一头扑来的异兽，大声喊道：“目标是捕捉天赋异禀的御兽师与灵兽，抽取潜力提升自身实力。你们已被他们列为首要目标。我们已经遭遇了袭击。”我沉声道：“你们那边情况如何？”叛徒已带走部分核心资源，逃往了西部的黑风峡谷。协会正派力量已前往追击，但对方实力强悍，恐难取胜。中年男人语气焦急，恳请二位出手相助。事后协会愿奉上全部缴获的资源作为答谢。挂掉通讯后，我和银尘黑熊对视一眼，我们都明白此事无法置身事外。若邪修得逞，不仅是我们，整个聚居点乃至更多幸存者都会遭殃。黑风峡谷地势险恶，邪修又有异兽相助，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我取出玄青子留下的上古丹药，分给银尘和黑熊，这是凝神丹，可稳固灵力，提升战力。我们明日一早就出发。次日清晨，我们三人踏上前往黑风峡谷的路程。黑风峡谷常年被黑风笼罩，瘴气弥漫，能见度极低。刚进入峡谷，就感受到浓郁的阴冷灵力，周围不时传来异兽的嘶吼声。小心，这里的瘴气有麻痹作用。我运转灵力抵御瘴气，银尘则释放赤焰领域。温暖的火焰驱散了周围的阴冷，也让瘴气难以靠近。深入峡谷腹地，远远便望见一片开阔地。邪修与叛徒正围着协会成员缠斗。邪修面具下传出阴冷笑声：“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手中黑帆挥舞，无数黑气缠绕向协会成员，被黑气触碰到的人瞬间灵力紊乱，口吐鲜血。就是现在！我低喝一声，银尘瞬间瞬移至邪修身后，九尾携着冰焰横扫而去。邪修反应极快，转身用黑帆格挡，黑帆与冰焰碰撞，发出刺耳的滋滋声，黑气与冰焰相互消融。黑熊则直奔被异兽围攻的协会成员，熊掌连拍，几下就拍飞数头异兽，为协会成员解围。多谢黑熊大人！被救下的协会成员连忙道谢，随即重新加入战局。邪修见银尘实力强悍，眼神一沉，找死！挥动黑帆召唤出一头巨大的古龙，古龙双眼闪烁恒光，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朝着银尘扑去。这是用异兽骸骨炼制的古龙，防御力极强，还能吸收灵力。中年男人的声音传来，银尘冷哼一声，周身冰焰暴涨，化作一道冰焰龙卷缠绕向古龙。古龙刚触碰到冰焰骸骨就开始融化，发出噼啪声响，但他依旧悍不畏死地扑来，大口吞噬着周围的灵力，体型竟微微膨胀。老婆，帮我牵制他！银尘喊道。我立刻取出上古弓箭，凝聚灵力射出数道灵力箭，精准命中古龙的眼睛。古龙吃痛嘶吼，动作迟滞了一瞬。银尘抓住机会，身形一闪，9条尾巴凝聚成一柄巨大的冰焰巨刃，狠狠劈向古龙的脊椎。咔嚓一声脆响，古龙的脊椎被劈断，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化作一堆散落的骸。解决完古龙，银尘转头看向邪修，眼神冰冷如霜。该轮到你了。邪修脸色凝重，口中念念有词。黑帆上的黑气愈发浓郁，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试图将银尘吸入其中。这是吞噬漩涡，一旦被卷入，灵力会被彻底吞噬。我想起玄青子传承中的记载，立刻运转灵力，将一道净化灵力射向漩涡。净化灵力触碰到黑色漩涡，瞬间爆发出耀眼的白光，漩涡的旋转速度明显变慢。银尘抓住机会，瞬移至邪修身前，指尖冰焰迸发，狠狠拍向邪修的胸口。邪修猝不及防，被结结实实的击中，一口黑血喷出，身体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面具也随之碎裂。面具下是一张狰狞的脸，脸上布满了黑色纹路，正是协会的叛徒之一。你们别得意！叛徒挣扎着爬起来，从怀中取出一枚黑色令牌就要捏碎，想召唤帮手。晚了，我眼疾手快，射出一道灵力箭，精准射穿了他的手掌。黑熊快步上前，一脚踏在叛徒的胸口，将他死死按住。其余叛徒见首领被擒，士气大跌，很快就被协会成员和我们联手制服。中年男人走上前来，对着我们拱手道谢，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叛徒勾结邪修，罪大恶极，协会定会严惩不贷，举手之劳。我淡淡回应，目光落在叛徒身上，他们为何要捕捉天赋异禀的御兽师和灵兽？据我们调查，他们在修炼一种邪功，需要借助天赋异禀者的潜力来突破境界。中年男人沉